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子。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重元。感谢大家支持这一款由王重元所创作的 Sparkling 香槟自开。我最早看到这个作品是在2018年的 FISM 摊位上，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这个效果，非常的惊艳。我相信这个是目前市面上香槟魔术里面效果最好的魔术。接下来我用很快的速度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道具它运作的原理。首先，我相信有些人已经打开过你们买到的道具盒里面，会看到有一个软木塞，它就是道具的本体。那仔细的看，其实你们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小型的点火装置。OK， 它运作的方式非常简单，在这个小型的点火装置里面，先放入一点点的火焰棉，加入砂糖，最后用糯米纸把砂糖给挡住。接下来我们把它塞到香槟里面，只要启动这个点火装置，这个点火装置呢，它就会把糖粉打入到香槟里面，使得香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然后把这个软木塞喷发出来。在接下来影片里面，我们就会一步一步仔细的跟各位介绍如何准备以及表演这个神奇的魔术。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您收到产品以后，我先很快速的带您浏览一下您的产品里面总共有哪一些道具。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道具的本体，这个软木塞，它就是这整个魔术能够顺利执行的最重要的东西。启动的方式是遥控，所以你会有一个遥控的发射器。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个软木塞上面需要打开开关，因此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聘针。聘针取下来的方式，你只要把纸片上的凸起的蝴蝶翅膀的这个部分把它立起来，就可以很轻松的将聘针拿下来。再来耗材的部分，我们也先为你们提供了火焰棉。记得因为运送安全的关系，我们的火焰棉是潮湿的，使用前一定要将它风干。还有糯米纸，这个糯米纸呢，我们提供的数量可以让您 setting 超过100次以上。那当然，为了避免保存不善，我们之后也会提供给你们如何获取这些耗材的方式。那电子产品一定会提供给你们一个充电线，是我们特别制造的，专门为了这个软木塞而设计的一个充电线。比较特别的是这一组梁塞，我把它称之为梁塞，因为并没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是我们设计出来专门为了各位购买产品的人方便去丈量适合你们表演这个魔术的香槟瓶的一个丈量工具。好，你们收到的道具会有这一些，但是呢，你们还需要购买两样的耗材才能够开始表演这个神奇的魔术。接下来我会仔细的跟你们分享如何挑选这2种耗材。您需要购买的第一样耗材是糖。我们所使用的糖呢，就是最一般的砂糖。你们可能在咖啡厅或者是红茶店就可以简易取得的砂糖，当然在所有的便利店或是超级市场，你们都可以很轻易的买到。最容易买到的糖呢，有3种不同的粗细，比较粗的、中型的、最细的。基本上呢，只要是最粗的或是中型的这2种砂糖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个人不建议你们使用最细的砂糖，理由是最细的砂糖它最容易受潮，所以它最容易结块。尤其是你们在 setting 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布满到道具上面，它也会变得非常的难清理。所以千万不要买这种最细的，它称之为糖霜，是被撒在甜点最上面的那一种，不要使用这种。那一般来说呢，你们买的不管是粗的、比较粗的，或是比较细的这种砂糖呢，都会是1包的。但是呢，我另外也非常推荐给你们使用这一种，就是1包1包的砂糖包。这种糖包呢，你当然也可以直接去咖啡店，直接去跟人家要1包1包的。那你当然也可以自己购买。那它最方便的地方在于，如果你今天你要 setting 的时候，你就是打开1包 setting 完以后就丢弃，你不会有储存上的问题。如果你买的是这种大包的，你每一次倒的时候，当然开口很大，不好倒以外，放久了它有可能也会在里面结块，它的保存也会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个人也非常推荐这一种，就是糖包式的砂糖。好，这是我们所使用的填充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再购买第2种耗材。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如何挑选你们所要使用的香槟。香槟是耗材，每一次喷发完以后，你一定要买一支全新的香槟去使用。
但是在之前呢，你们要先有办法可以挑选到在您所在的地区或是国家能够购买到的香槟。很可惜的事情是，全世界的玻璃瓶，它们的瓶口并不是固定尺寸的，因此我们为你们制作了一个丈量工具，我把它称之为量塞。量塞是2个成对的，它分别有一个写着 Max， 一个写着 Mini。它代表的意思是我们推荐给您的瓶口尺寸的上限值与下限值。事实上，所有的瓶口都是能够使用的，只是如果你的所选用的瓶口是大于上限值的，它会产生一个状况是，你的道具放到瓶口里面以后，它会非常的松，它有可能会导致你在移动的过程中瓶盖有所晃动而被发现，这个很不自然的一个现象。那如果它是太紧的，没有办法塞进去的，它会导致当你机关启动以后，你必须要等待非常长的时间，它的道具可能才会喷发出来。那这件事情会严重影响你的表演节奏。因此，如果今天你挑选的瓶口在这个区间里面，它是我们跟你们保证，最适合这一款道具的尺寸区间。这个量尺使用的方式非常简单，你买的香槟 Minima 要能够套得进去。如果套不进去，它就意味着你所买的这个瓶口它太小了。如果你今天买到的瓶口是必须要稍微施加一点压力才能够放进去的话，它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你所买到的香槟是你即便用力的去挤压都塞不进去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瓶口它的直径太小了，我们不推荐使用。然而，这个 Maxima 的这个上限值，它代表着是，如果你的这个量塞是放不进这个瓶口的，代表它是没有超过这个上限值的，是我们推荐您使用的瓶口直径。但是如果呢，它能够放进去，那就意味着这个瓶口直径太大了。当你的道具放进去后，有可能导致道具跟瓶口之间的距离太松，也是我们不推荐使用的。这边3款品牌呢，是在全球相对比较知名的品牌，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到它可以使用的。我自己在创作这个魔术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像是这样子的起泡酒饮料，因为这样子的瓶子呢，它的瓶身是几乎全部透明的，不会有任何的遮蔽，在魔术效果上会交代得更加清楚。那魔术效果发生的瞬间，它的效果也会最明显。这些讯息呢，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在你们所在的国家或是地区找到适合你们的瓶子。有一些人可能会问，我难道不能够买现成的气泡饮料把它灌进去吗？我们不建议这么使用，因为气泡饮料在移动的过程中会丧失大量的二氧化碳。有些人说，那如果我用二氧化碳机呢？我自己本人也试过，我们也非常不建议，因为那样子的二氧化碳机它能够产生的二氧化碳不比人家工业工厂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来得更多，喷发出来的画面是会有非常大的落差，甚至有可能导致失误的。这里分享所有挑选瓶子的相关的知识以及经验，希望您能够找到属于你的瓶子。接下来会为各位示范香槟自爆这款道具它的 setting 的方式。首先第一步呢，我们会打开道具的开关，确认一下你道具的本体以及你的遥控器都是有电的。当你确认有电以后，记得一定要关机，因为你不会想要在 setting 的过程中不小心误触了开关，而使得道具直接往你的脸上喷发。接下来我会准备像是这样子大小的火焰棉，不需要太多的量，把它塞到瓶口里面。你可以使用棉花棒或者是牙签，轻轻的把火焰棉塞到软木塞的底部，小心不要用力的挤压，你有可能会把发热丝给戳断。当你放置好火焰棉以后，接下来呢，就拿出你准备好的糖包，把砂糖直接装满，甚至可以让糖粉稍微凸出来一点都没有关系。倒好糖粉以后，用你一根食指头稍微轻轻的压一下，然后把周围多余的糖粒全部清除干净。接下来准备一点水，你可以用棉花棒或者是指尖沾一点点的水，把水滴轻轻的放在洞口软木塞的位置，
千万不要让水碰到中间的砂糖。当水的量可以明显的让你看到软木塞的洞口表面有反光，这时候拿起一张糯米纸，轻轻的服贴在软木塞的洞口，用一只大拇指压在上面，静静的等待10到20秒。当时间差不多以后呢，接下来不要急着把大拇指打开，有可能糯米纸是粘在你的手上，而不是粘在软木塞上，所以你的手要小心翼翼的离开洞口。接下来你只要把糯米纸往下拉扯，糯米纸就会完全脱离洞口。接着把糯米纸从侧边拉开，你就准备好了一颗软木塞。在表演前呢，打开香槟，把不要的铁丝碗以及原本的软木拿掉以后，确认一下你的道具是有 setting 好的，并不会有糖粉轻易的洒出来。如果你是平常会涂护唇膏的人，买一支护唇膏，或者是我自己是喜欢买这种小的凡士林，把它放在道具包里面不管是哪一种都可以。然后呢，准备其中一个，把它像这个样子涂在软木塞柱体的这个周围。这个时候再把软木塞塞到香槟的洞口，在你表演之前，才使用聘针将软木塞开机。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个魔术表演。大多数人开香槟的方法是抓住瓶塞用力的扭出来，或者是用力的去摇晃它。但是我开瓶塞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仔细看。1、2、3 ，Go！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凡凡，凡凡，你老侯，老侯 ，OK， 凡凡，老侯，你们好，我叫王重元，是一位魔术师。我接下来为你们变的这个魔术它有点特别，叫做瞬间移动。我相信瞬间移动，大部分人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象过空气可以瞬间移动？你懂是不是？因为正常人啊，听到刚刚的中文，应该是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为什么？因为空气看不见。对，空气看不见。可是啊，有一种状况下，其实空气是可以被看见的，就是你们一定都有经验。如果你喝碳酸饮料，你用力摇晃的话，气体会喷出来。有这个画面，有这个影响。我们接下来就要拿我现在手边的2种气泡饮料来做这个实验，要把2氧化碳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很好理解吧？好，老侯，你先帮我检查一下，这支香槟全新未开封的，你有没有发现上面这边有一个红红的标签？对，帮我把它撕开。撕开。对，撕开。好，开得非常熟练，看起来平常就是蛮常开酒的。开的不是真的。OK， 我把它拆得干净一点。好，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暂时不要动。凡凡，你帮我拿着这一瓶可乐。你等一下的任务非常简单，当我说预备 Go 的时候，你就开始疯狂的摇晃你手中的可口可乐，尽可能的使出。如果你这辈子只有一次可以用尽全力的话，我希望是这一次，可以吗？尽可能把2氧化碳都摇出来。好。但是当我一说停的时候，你要马上停止你手上的动作，然后我会请你马上把可口可乐瓶盖打开。我会把2氧化碳从这瓶瓶子里面瞬间移动到这个位置来，你相信我吗？所以我不用变，是不是？你们已经已经觉得很神奇了。大致流程是这样。好，但我希望你不要害怕，因为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思维，你会觉得气体一定会喷出来。相信我，我会把气体转移走，可以吗？可以，相信你。老侯，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凡凡，你准备好了吗？好，拿起你的手中的可口可乐，预备 ，Go！ 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好，停，不要动，马上打开，打开，打开，打开。你会发现可乐并没有喷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2氧化碳在我的手里面，仔细看，
哇！谢谢，有掌声是正常。哇！你不要掌声，我怕你掌声就会喷出来。好，变到这个地方呢，大家会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某一种化学反应？饮料其实不是饮料，是不能喝的。来，凡凡喝一口你手中的可口可乐，是不是真的可乐？是真的可口可乐。好，这一支酒。老侯，凡凡，干杯，喝喝看是不是真的？是吗？是真的起泡酒？是有酒精的味道。谢谢。好的，因为经过辛苦的 setting 以后呢，其实这个表演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按下按钮，整个魔术就会发生。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是必须要准备的。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会准备一个像这样子的托盘，透明的，我自己的习惯，但是其实非必要，不需要overproof。那我自己的习惯上，我还是会准备透明的，让大家觉得不会怀疑到托盘是个道具。那这个托盘很重要，是因为当喷发以后，会有一定数量的香槟会流出来，你可以接住香槟，让香槟不会流的到处都是。那有一些魔术师他们会使用透明的碗，或者是Mr. Malik， 他会把香槟直接放在空的酒杯的香槟塔的正上方，爆完以后香槟就会直接流满整个香槟塔，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与创作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在商演的时候，我会习惯上我会放置在 spider table 上。那不是说一定要，只是我就是很喜欢，它是完全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机关限制。那如果今天你在表演这个魔术，是你有助理的话，你只要把遥控器交给你的助理，你们设定好 Q 点就可以完成这个表演了。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 self working 去进行这个魔术表演的话，我会跟你们分享我是怎么进行这个魔术的。首先第一个，在道具拿出来前，我不会把遥控器放在身上，我会在去拿道具的时候才把遥控器放到身上。理由是你在表演魔术的时候，你可能前面在表演一些动作比较大的，你可能会误触开关，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把道具放在我的道具箱里面，或是侧台。遥控器是放在托盘上面的。当我走过去要拿的时候，我会胖住它，然后让按钮朝外的姿态放入自己的口袋，左边或右边依照个人习惯。在表演的过程中，我会做完所有的动作以后，一只手出去的同时，另外一只手回来去预备在开关的位置。如果说今天我们站在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这边的观众的话，我就会让我按钮的位置放在左侧，因为当我准备好左手后退的时候，刚好我的动作是完全被自己的身体挡住的，观众完全看不到。所以我们只要过来倒数1、2、3的时候，这边轻轻的去按压开关就可以了。要注意的事情是，当软木塞喷发出去以后，提醒你的助理眼睛盯着软木塞，因为这并不是一次性的道具，它是可以重复性使用的。记得一定要提醒助理把道具拿回来。如果你是各自自己表演的话，你在喷发的那一刻，你要利用你眼角的余光去注意软木塞喷到什么样子的位置。当然，你不需要魔术效果一解释完就很此地无银300两的赶快去把软木塞捡起来，不需要。但是你要记得你的软木塞在什么位置。当你表演完准备要收道具的时候，可以捡起来放着，或者放在旁边，一起把道具撤掉。如果有观众捡走你的道具的话，不用太担心。我自己发生过，观众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魔术师知道这个东西是爆管。那你只要表演完以后很有礼貌的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酒瓶没有塞子的话，有可能我们离开的时候它会洒出来，可不可以把刚刚的捡到的塞子还给我？谢谢你就好了。这个香槟当初创作的最原始的概念是来自于二氧化碳转移的这个想法。我一直想要让大家可以看到气体被转移的过程。那香槟自开，它已经完成了二氧化碳转移的后半部。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半部我们要怎么做到。那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保特瓶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使用保特瓶，是因为它也是全透明的。那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的气体消失的方法。那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很简单，首先你去买2瓶小瓶的可口可乐，然后
买1瓶大瓶的可口可乐，因为我们必须要准备1瓶可口可乐，它是不会有大量气泡冒出来的。做法很简单，你买1瓶大瓶的可口可乐，把盖子打开，把你准备好的砂糖大量的倒进去，因为可口可乐本身已经很甜了，就算你倒很多的砂糖进去，也喝不出来它的甜度变得更甜了。当你把砂糖倒进去以后，会瞬间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这个动作请在你家里的水槽或者浴室的水槽里面做。当砂糖放进去以后，它就会像你把曼陀珠丢进去一样，会瞬时之间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当气体释放完以后，你盖上盖子，摇晃，打开释放气体，摇晃，重复这个动作3次以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含有气体，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气体的可口可乐。这些可口可乐呢，我们就放在旁边预备着。接下来，你拿起其中1罐的可口可乐，在没有打开它的情况下，用美工刀从侧边把刀片插入，接着顺着瓶子的周围把顶部切下来，你会得到一个像是这样子的瓶盖。这一瓶可口可乐的功用，它只是为了取下一个完全没有开封过的瓶盖，然后你准备一个煮水器或是100度的热水，当水开了以后，把这一整个瓶盖丢进去，使用筷子或是镊子，让这个瓶盖在里面穿烫一下。接着煮了大概10到15秒以后，你可以把瓶盖拿出来，并且把透明的部分把它拆掉。但是记得，从你的瓶盖离开热水，一直到你把透明的部分拆掉的这个过程中，不要超过10秒，因为你离开水越久，它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如果害怕烫的人，你可以戴上隔热手套。那在这个地方，我为大家拆解示范一次。拿出来，用力的往下压，把这边往外拨，把它拉出来。接着赶快趁温度还没有完全消失前，把这个黄片把它压回去，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形状。做完这一系列的步骤以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瓶盖。那么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开启第2瓶可口可乐，把里面原本有的可乐倒入你刚刚准备的那一罐大罐的可口可乐里面。当你把里面的可乐倒干净以后呢，准备把美工刀把旧有的这个可乐的这个原本的铁环把它切断，然后呢把它取下来。接下来呢，把原本不是道具的那个盖子盖回大的可乐罐里面，一样再稍微摇过。这个方法它的好处是，你不需要把可乐打开，然后等待好长的时间，或者是等待1个晚上，你就可以立即性的得到可以使用的可口可乐。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可乐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气体的状态，它会保留少量的气体。那它在表演的过程中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画面是，当观众真的摇晃完可口可乐以后，它事实上依然可以看到保特瓶里面是有气泡的。如果你今天把可口可乐放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即便你用力的摇晃，瓶子里面也不会产生任何气泡。但是使用这种方式，你不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可以立即性的完成你的准备工作以外，它也可以让魔术的画面变得更加好看。当你把处理过的可口可乐放进去以后，拿起刚刚制作好的可口可乐的盖子，将它垂直由上往下用力的往下压。当你压到底以后呢，再开始把它旋紧，你就会得到1瓶全新未拆封的可口可乐。我示范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用力的摇晃手中的这个可口可乐，你会看到它依然会产生气泡，但是气泡会非常快速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快的打开这瓶可口可乐，它的气体依旧不会喷发出来。分享给你在2氧化碳转移的这个表演流程的另外一个准备道具，未开封的不会喷气的可口可乐。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就是把洞补起来的动作。你会使用到你刚刚拿下来的这个原本的软木塞，以及一支美工刀。第一步呢，是从原本就有的软木塞上面切下一块稍大于这个洞口的软木塞粒。好，当你切下这个软木塞粒以后，试着把它塞到原本就有的洞口里面，尽可能的把它往里面挤压，确保这块软木塞跟开关周围的洞是有卡住的。接下来，紧贴着道具的边，慢慢的滑动你的美工刀，把凸出来的部分慢慢的削掉，你就会得到一个塞住洞口的完美的软木塞。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一个步骤，电量的检查。所有的电子产品一定都要确保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确认你的道具本身是有电的。我们现在谈谈本体。首先呢，我自己的演出的习惯是，我在演出前一定都会先把它接上充电器，不管怎么样，先充电。OK， 充电器呢是一条，我们付给你们的是一条充电线。你自己必须要去准备一个充电的插头，你可以使用你的电脑或是一个行动电源去插着，你就可以准备的把这个聘针插到你的道具上面，它就可以充电了。我自己在我表演的道具里面是会放着一个行动电源以及这一条充电线。那充电的方式呢，有一点仔细，因为这一款产品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为了电视节目应运而生的，所以所有的充电跟开关都做得非常的隐蔽。如果你们仔细的端详你们道具的顶部的话，会发现在开关孔的旁边有3个洞排列的非常的整齐。这3个洞呢，就是让你的充电线上面的3个聘针插进去充电的位置。有几点要特别注意。首先，我们电量的安排是正中间为正电，两侧为负电。它有一个好处是，不管你是这个方向插入，或是转了180度插入，它都不会有方向的限制。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只是，当你把这个聘针插进去的时候，不要碰到洞就直接硬插，因为它的表层只是软木塞而已。你必须先对准3个洞放进去以后，缓缓的确认你的针有被放到里面的充电孔里面去。这个时候，它才是一个处于一个可以安全进行充电的一个状态。充电的时候，开关可以开，可以不开，都能够进行充电的这个流程。充电器上面呢会有指示灯，当它亮红灯的时候代表充电中，而当它亮绿灯的时候代表充电完成。当你确保你已经有完成充电了以后呢，这个上面有一个开关，你可以拿起我们付给你们的聘针，使用聘针呢将这个开关拨到另外一端去，就可以使用了。那只是我自己个人习惯上，我会记住开的方向，因为有时候在后台你看不到那个白色的小字，所以我会记住自己的道具它的开关的方向，先记好它。习惯上就是每一次推过去，确保它已经跑到了这个位置，跑到开机的这个位置。好，当你把它推到开机的位置以后，你会拿起你的遥控器，你可以自己看着洞口。当你长压这个遥控器开关的时候，你会看到发热丝启动，它会亮起红灯，一定要确保你有看到灯，那个发热丝是有亮起来的。只要你的道具能够进行到这个步骤，基本上你的道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的道具有问题，它会有哪几个现象？首先，如果你已经确保你是完整充电的，就是你的充电器一直都是显示绿灯的，但是当你把你的开关拨到开机的位置的时候，你怎么按压你的遥控器，你的软木塞都没有亮的话，请先检查第一个，当你按压遥控器的时候，你的遥控器上方的 LED 指示灯有没有亮起？如果你的 LED 指示灯没有亮起，或者是闪烁，偶尔亮偶尔不亮的话，那代表你应该要更换您的遥控器的电池了。那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我驻场演出的时候，演超过50场，我就会更换电池。如果您不是每一天都要使用这个道具的话，我会建议您在表演前，您就直接更换电池，它并不会造成你太大的成本的损耗。更换遥控器电池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寻找工具，或是直接使用你的指甲
从末端这里把一个扁平状的东西塞进去，或者是你的指甲把它从角落的这个地方塞进去，然后沿着周围慢慢的撬开。它的盖子就会被轻易的打开。我们使用的电池型号 CR2016 纽扣型电池2颗。好，所以在我的道具包里面，其实我也会准备2颗这样子的电池，以备不时之需。那它更换的方式跟装设的方式都是在这种电池呢，它上面都会有写上一个正，如果没有写的话，就是平滑面为正极，凹凸面为负极，凹凸面朝下，正面朝上，塞入2颗 CR2016 的电池。更换完电池以后，确保你的 LED 指示灯是清楚的亮着的，它并没有闪烁或者是亮不起来。如果你充电显示绿灯，开机没有亮，遥控器有电，有正常的电量，但是你的发热丝依旧没有亮，那就很遗憾的必须告诉你，你的道具的电子零件已经有所损毁，这个道具是已经无法正常使用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自行检测，那请联络减脂制造，来看看您是否在准备的过程中对道具有所损坏，或者是您拿到的是不良品。第二步的启动测试是为了让各位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避免掉讯号干扰。毕竟讯号呢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那很多人在购买这款产品以后，都会先问我说：如果我被讯号干扰了，我要怎么办？有任何补救的方式吗？那对我来说呢，魔术不应该是失误了以后去补救，而是你必须要事先知道你所处的环境有没有办法让你所使用的方式它可以被完整的进行。这款产品所使用的遥控器呢，并不是我第一次使用，在过去很多年以来，我在协助各个魔术师在各种场合，这一款遥控器呢，它都能够顺利的被执行。我们所使用的是抗干扰型的遥控器。经过我们实测呢，最远的距离它可以在45米以外，依旧能够启动你的遥控器。那我自己呢，也曾经在隔着1层楼的距离，可以顺利的启动这个遥控器。那今天我并没有办法告诉各位说，这个遥控器它很好，它抗干扰，就意味着您所表演的环境，它不会发生被讯号干扰的问题。因此，第二步的启动测试是跟您分享我如何在表演的场地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讯号测试。我们使用的遥控的发射方式，你必须要长压按键，你的发热系统它才会启动。它并不是按下就会启动，所以如果您是自己控制，或者是请您的助理控制这个遥控器的时候，请他长压着遥控器，直到看到糖粉被喷发出来以后，才能够放开您的按钮。那当然，在您 setting 之前，已经确认有充电可以开机的情况下，我通常会偷偷带着道具，或者是如果是在练习的话，我就会在我练习的区域去测试，当我按压的时候，发热丝是否能够顺利的被点亮。如果今天我是助理去执行这个按压遥控器的动作，我就会把我的遥控器先交给我的助理，然后呢，我会到我表演的位置，胖着我的软木塞，然后请我的助理在侧台或者是在他表演正式表演会经过的地方去按压遥控器，去确保我的这个道具在我表演的环境也能够顺利的被启动。这是一个最简单去测试你所使用这个道具的过程中会不会被讯号干扰的方法。当您进行完启动测试以后，我会建议您先关机，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下一个步骤叫做内容物填装。你不会希望你在填装内容物的时候不小心按压到，而导致火焰棉直接往你的脸上喷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会养成一个习惯，在填装内容物的时候，道具一定是关机的状态。当你确认完关机以后，也可以按压一下，看看是不是没有再发亮了，非常的安全。我们要开始填充里面的东西。内容物的填充的顺序分别为火焰棉、糖粉、糯米纸。好的，我们先来介绍火焰棉。正常使用来说，我们火焰棉所需要的量只需要1颗红豆或是绿豆的大小，甚至连1颗黄豆都不到。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你在填充火焰棉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火焰棉装超过1/3管。如果你超过你填装太多的火焰棉的话，它会有2个状况发生。首先，第一个是当你启动开关的时候，瓶子里面会出现火光。
这个魔术是气体的转移。如果气体转移的过程中，里面出现的火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您在setting 以及练习的时候，请务必好好的确实掌握火焰棉的用量。OK， 第二点，如果你使用过多的火焰棉的话，是有可能会把这个软木塞给炸断的。您只要准备大概一颗红豆或者绿豆大小的火焰棉，然后呢，将它撕开，把它撕开的目的是确保它不会有一整坨的火焰棉密度很高的挤在一起。当你能够把它撕开以后，我们只要把它放进瓶口。当你把火焰棉放进去后，找一个尖锐物，我习惯上会使用镊子，但是我知道镊子并不是一个大家随手可得的东西，你们可以使用棉花棒或是牙签去取代镊子。找一个尖物，把火焰棉轻轻的推到底部。推到底部的时候，切记不要用力的按压，因为你可能会把发热丝压断。你只要轻轻的把它压到底，当你感受到阻力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只要确保火焰棉有碰到发热丝即可，不需要用力的按压。当你放好火焰棉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个物品的填充。小心翼翼的把砂糖倒到洞口。我个人呢，一定会把砂糖完全装满。之前有一些购买者他们会问我，你要把它装到很满吗？为什么一定要装很满？这个魔术就是当你气体越多，它喷发出来的画面会越漂亮。那气体要怎么变多？就是给它足够的砂糖。所以在我自己的 setting， 我一定会把砂糖装到最满，会稍微有一点凸起来。然后呢，我会用一根指头轻轻的按压，不需要用力的按压，但我会轻轻的按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洞口管子周围多余的糖把它剥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要稍微提醒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处于一个在练习的状态下，你第一次 setting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已经练习完一次，软木塞已经爆过一次了，你要 setting 这个第二次的时候，在这之前你要先多做一件事情，你要拿棉花棒或者卫生纸，先把这个软木塞的周围以及里面擦干。不然的话，你 setting 到这一个步骤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糖已经开始融化了。而这个魔术唯一失误的情况，就是你的糖融化了，并且在管子里面结块。所以如果你是练习的状况，记得你第二步的设置的时候，在装火焰棉、砂糖之前，一定要先把管壁擦干。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setting 的话，你砂糖放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封口。封口怎么封呢？你需要准备一点水，水的数量不需要太多。好，当然你要还要拿起这个糯米纸。糯米纸的特性是，当它碰到水以后，它会软化，并且产生粘性。我们会使用这个特性去把砂糖给封起来。接下来我要示范怎么样使用这个糯米纸把洞口封起来。记住，这个魔术它唯一失误的可能性就是当糖碰到了水。所以呢，我们在封口的过程中，我会用我的指尖沾水以后，小心翼翼的从边边把洞口的软木塞软化。如果你的洞口的周围是有残余糖粉的，或者是糖粒的，这个时候那些糖粒跟糖粉它就会慢慢的融化。融化的糖粒有可能会渗进中间的管子，就会导致中间的管子的砂糖结块。所以记得你在涂水以前，一定要先把管壁周围的糖粒清理干净。小心翼翼的涂抹，不要让水碰到金属管。像这个样子，你会看到整个软木塞的周围都呈现一个发亮潮湿的状态。这时候拿起你手上的糯米纸，覆盖在软木塞的上方，用你的大拇指往下按压住，接着静静的等10到15秒，不要着急，大拇指不要动。好，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呢，小心翼翼的把你的大拇指拔起来。如果你拔得太快，有可能糯米纸是粘在你的手上，而不是粘在软木塞上，像现在这个样子。轻轻的把你的大拇指移开，这时候呢，糯米纸跟软木塞的状态会呈现像现在这个样子。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整张糯米纸往下移动，像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可以从侧边把糯米纸
拔出来。糯米纸每一次使用只需要一个这么小的面积，其他的周围都还可以继续的使用。那当然，如果你懒得保存这样子一张的话，我们付给你的张数还是有足够多的。如果你的糯米纸不幸使用完了，在你所在的地区去寻找烘焙坊、烘焙店，专门卖烘焙用具的，他们会卖这一种米纸，或是叫糯米纸，或是叫做食用糖衣纸。购买这样子的纸，你就可以拥有更多这样子的耗材。记得保存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在一个干燥的地方，不然它会直接软化，或是多张粘在一起，导致你所有的糯米纸都没有办法使用。好的，进行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内容物填装。密封测试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必要的一个步骤。怎么测试你有没有完好的密封所有的砂糖呢？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是把软木塞倒过来，然后呢，我的习惯是我会放在耳边轻轻的摇晃，你会听到砂糖在里面摇晃的这个声音，会有一点嘘嘘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是告诉你的砂糖并没有在管壁里面已经结块了，这是第一个要辨认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会用我的大拇指、食指、中指，像这样子抓住软木塞的塞口，接着呢，我会用力的去挤压这个软木塞口。这个动作是要模拟，当你把软木塞塞进瓶口的时候，其实软木塞是会被往内压缩的。你用你的3根指头用力的去压缩这个软木塞，确认你的糯米纸不会破掉而导致糖粉掉出来。只要经过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只要你的糖粉有声音而且没有掉出来，恭喜你，你可以非常的放心，你已经完整的塞好一个软木塞道具了。接下来呢，是我们 setting 的最后一步，把道具放到香槟上面。一般来说，在正常演出的情况下，你不会在表演快要开始前，你才开始 setting 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它毕竟跟扑克牌不一样。这个神奇的魔术，你所有需要花费的功夫都在前面的 setting。所以事实上，步骤1到步骤4，对我的认知来说是第一阶段的 setting。我通常会在一到现场以后完成前面4个阶段的准备工作，然而最后的第5步开机与待机，我并不会这么快的进行，我会在表演前的5分钟或是10分钟左右才会进行接下来的这个动作，是有几个理由的。如果你很早就把你的香槟打开，把道具放上去以后，有可能当有人不小心碰触到这个道具，导致移动的过程中道具被弄湿了，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魔术失误的几率。所以我的习惯就是在上场前，我才会把这个东西放到上面去。接下来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要教各位怎么打开香槟。大多数情况下，香槟它里面已经是高压的状态，有很多人在铁线圈刚松开的那一刻，香槟就已经爆出来了。所以在打开香槟的过程中，我习惯上我会先使用另外一只手，就是我的非惯用手，我是右撇子，所以我就会使用左手，先压在香槟瓶的正上方，稍微施加一点往下的力气。接着呢，我才会去拨香槟上面的这个铁环。正常来说，起泡酒或是香槟，它们的公定的旋转的圈数是5圈半到6圈。6圈，好。当你转开以后，你的左手就要开始向下施加压力。下一个步骤，我会让我的手慢慢的放松，跟慢慢的往上。这个时候，我的双眼会观察软木塞。如果在我放松的过程中，软木塞也有被往上推挤的趋势，那么这个时候，请你用力的把手再往下压住。如果你看到这个现象，意味着你只要把手放开，软木塞马上会喷发出去。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该如何进行下一个步骤。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软木塞没有渐渐的往上的话，你可以小心翼翼的先把这个铁线圈轻轻的拔掉。整个过程中，你的双眼都必须要注视着软木塞。只要软木塞有轻轻的往上移动的趋势，请立刻把你的手压回去。
到这个步骤，如果软木塞都还没有开始往上跑的话，您要做的事情就是捏住软木塞，以旋转的方式慢慢的把软木塞往上拉。你可以看到软木塞，当软木塞快要离开瓶口的时候的那个瞬间，用力的把你手上的软木塞往下压住，它的气体就不会喷出来。如果你在前面的步骤铁丝一打开的瞬间，软木塞就已经在往上升了，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慢慢的把你的手往上移动，在软木塞离开瓶口的瞬间，一样瞬间往下压，里面的气体因为高压，它就不会马上喷发出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放点气，放点气，慢慢的放气，观察你瓶中的香槟的水位线，只要它不会跑出来，慢慢的放气，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安全的酒瓶，还有一个原始的软木塞。当你进行到这个地方以后，准备一张卫生纸或是纸巾，稍微把瓶口内部软木塞的深度的地方稍微擦干。这个动作是为了要避免瓶口的水分让你已经准备好的道具潮湿，而导致魔术失误。擦好以后，我们才把你已经经过检测测试过的软木塞由上往下垂直的挤压下去。而我进行到这个步骤以后，我才会使用聘针去打开开关。当你已经密封完所有的填充物，并且进行完测试以后，接下来呢，如果呢你想要精准的控制你喷发软木塞的时间的话，有2个手段。第一个当然就是挑选你的瓶口直径，而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涂抹这个护唇膏或者是凡士林。如果你觉得你喷发的速度太快，你可以不要涂；如果你觉得你喷发从启动到喷发的速度太长了，你可以涂大量的凡士林去润滑软木塞跟瓶口之间的摩擦力。首先有一些套子它们是这边会有胶带的，请一定要把胶带清理干净，就只要正常的把它撕掉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撕不干净的残胶的话，你可以准备一支美工刀，用美工刀把残胶刮除干净，因为玻璃呢并不会被美工刀给刮出刮痕。好，当你完成了这个动作以后呢，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把上面的铝箔的折法，所有的酒瓶都是一样的，它会有4个边，然后呢，它会是对边是往内折的，另外的对边是往外折的。你只要把往内折的这个部分呢，把它翻开来，像这个样子，翻开来。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方法是一位台湾魔术师严建杰撒旦他跟我分享的，因为他大量的 setting 过这一个道具。那以往呢，我是直接像这样子慢慢的拉，慢慢的拉。你要取下一个铝箔，大概要花20至30分钟的时间。但是后来他推荐了我一个方法，你只要准备一张扑克牌，你只要使用这个尖角，把它从边边塞进去。把整张牌塞进去，接着你只要小心翼翼的旋转，并且在旋转的过程中把扑克牌拱起来，像这个样子，然后渐渐的把牌越来越深入到铝箔纸的深处，有时候会卡住，不要硬推，你会把铝箔给推破，就把牌拔出来，再重新塞进去一次，反复的进行这样子的过程，你会发现折起来这个折痕慢慢的被撑开了。当你已经很顺利的可以整张扑克牌都塞到几乎没有办法再塞进去了，并且可以左右很轻松的移动了以后呢，你必须要检查最容易卡住的就是有铁丝的这个周围。如果这个地方还有铁丝露出来的，你只要稍微用2根指头像这样子把它拉一下，确保你的整个铝箔上面的铝箔套可以像现在这样子些微的晃动，并且这个周围都没有像这样子折住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用指甲稍微把它拨开一点。当你确保中间这一段都没有被铁丝卡住了以后，千万不要用力的捏，用力的捏你又把铝箔给咬回去了。轻轻的握住，它会像现在这样子很容易晃动。
然后你就是轻轻的抓着它，慢慢的旋转，你就可以取下一个完整的铝箔套。接下来呢，这个铁丝网我们要怎么取下来？前面或许我有说过，公规上面这个铁丝网它的圈数大概在5圈半到6圈，不要太急着去转它，因为很有可能你转得太快，导致这个铁丝网直接断裂，等一下就没有办法重复使用。所以一样，照着原本基本的 setting 法，这边一定都要记得安全保护先压好，这边慢慢的，尽可能慢，不要急的，缓缓的把铁丝扭开5圈半，小心翼翼的拉开。当你小心翼翼的拿下这个铁丝网以后呢，也把软木塞拔出来以后呢，这个铁丝网我们就放在旁边备用。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软木塞已经开机的软木塞道具塞回瓶口，接着拿起铁丝环，小心翼翼的套上去。正常来说，我们的道具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铁丝的刻痕的，因为里面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了。所以，有一些道具是你用力挤压以后，你的铁丝仍然没有办法扣住香槟瓶的第2瓶。如果你扣不住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只扣住第1个刻痕。这也是为什么在表演这一 part 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会自己亲手去打开这个铁丝网，不会让观众来打开铁丝网，不会让他们做这个动作。但是如果你买的这一款香槟是你用力往下压以后，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稍微箍住第2圈的话，你可以用力的往下箍住第2圈。为了表演上的方便以及铁丝的健康的程度，我通常只会稍微转个2到3圈，就将这个铁丝网往上搬起。接下来，我会找到刚刚拆下的铝箔，你们仔细看，会发现铝箔上面有一个这个环状铁丝网的刻痕。我会对着这个刻痕，对准这个铁丝的这个圈，把它按照原位套下去，压到底。还记得最一开始准备材料的时候，有请您记住它内折的方向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4条折线把它折过一次。因为当这4条线往内折以后，它的瓶口的管径跟直径应该就会恢复到完全服贴瓶子的状态。接着两的往相同的方向压折回去，这个铝箔它就会变得完全的服贴在瓶子上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顺着下方凸起的地方稍微用力的紧握，并且服贴，你就会完成了一个全新未开封的香槟道具。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如何保养你们手中的这一组香槟自开的道具。香槟自开呢，为了它的最真实的逼真度，所以我们使用最真实的软木去制成道具。那同时呢，它因为是电子产品，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电路、电池等等的问题。以往呢，大多数的电子产品，你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电池不可以放光，电池一定要充饱。而这一次，我们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每一个道具里面都已经附有了电池保护板。当然，告诉各位这个讯息，并不是鼓励各位不去保养它的电子系统，就好像你们手上的手机一样，当你反复充电使用了3到4年，电池依旧是会毁损的。所以在此还是提醒您，每一次表演完捡起来后，一定要记得先把它关机，只要关机，它就不会持续的耗电。表演前记得充电，确认道具是有电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电子保养。这一款道具呢，基本上它是防水的，但是有2个地方，首先第一个是开关，第2个是充电孔，这2个地方是不防水的。也就是说，在正常的使用下，当香槟喷发以后，难免会沾到一些香槟的饮料的液体，这些泼水的程度对于道具本体来说是不会产生任何伤害的，包含发热丝的部分也都是已经被隔绝开来的。
但是千万不要把整个道具暴露在潮湿的环境，或是把它泡在水里面。有2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开关以及充电孔的部分有可能因为过度潮湿而生锈，所以如果你表演完拿起来后，要记得稍微把它擦拭干，不要让它有过多的水分残留在上面。所以，如果你表演完以后，并没有把上面的水分擦拭干，或者是直接把它丢在或者暴露在一个很潮湿的环境的话，会使得软木塞的管壁它会渐渐的膨胀，久而久之，它跟你的酒瓶就会摩擦系数会越来越高，它会越来越难喷发出来。所以基本上香槟支开这一款产品，它的保养只有2个重点需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尽可能的让你的道具保持关机的状态，表演前确认它是有被充饱电的。其次，不要把你的软木塞暴露在潮湿或是潮湿的环境，或是把它泡在水中，否则你的软木塞就会从一个很细的状态，渐渐的膨胀到一个非常粗，导致它不能使用的状况。希望有购买这一款产品的你，都可以使用这一款道具表演非常多次。教学到了尾声，要再次感谢大家支持 Sparkling 香槟自开这个魔术效果。如果你看完教学还有任何的疑惑或是问题的话，欢迎你们联系剪纸制造。在联系我们之前，可以再次的回放，多看几次，确认一下你的 setting 没有错误。但如果你还是有任何的 idea 想跟我们分享，或是有事情想告诉我们的话，跟我们讨论，请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Fan Page， 搜寻剪纸制造 Hanson Chen Production， 我们都会尽力解答你的疑惑。这个产品今天能够问世，要感谢非常多人的建议以及协助。那希望购买这个产品的你，能够真心喜欢上这个魔术。谢谢你们，我是王崇元，我是剪纸，我们下次见。